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我们要来把电视的线藏到墙里。我们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准备锯子，还有侦测量的仪器。然后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买一个这种墙内走的延长线，这样可以更美观。这是 ETL In-Wall Certified， 所以可以在墙内走线。这东西除了延长线，它还有留一个让其他电线通过的口。有些人会直接在墙上挖洞，然后在里面埋水管当通道。当然这样也可以，但是比较丑。这种延长线大概$35，我的这个要好一点，大概要50左右。它的安装方式就是在墙上挖洞，然后把盒子放进去之后，旋转螺钉把盒子四周的夹子打开，起到固定的作用。它会给一张图纸，这张纸的外围是上面的孔，而里面的框则是下面的孔。我们需要将孔画出来，这时我们需要使用测量梁的仪器。我们需要把孔挖在2根梁的中间，最好用能够测电线的仪器，这样比较不会锯到电线。有建筑墙内的图就更好了，因为就算你可以测电线，也没有办法测下水管，而且电线有各种走向，突然拐个弯，可能你的侦测就没有注意到。有些更高级的仪器，但是有时这些墙内的东西如果没有完全贴着墙，也是侦测不出来的。不过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一次插太深或是锯得太快。通常如果遇到马上停下来，通常是可以修补的，因为入水管比较少也比较细。这种很大的黑色都是下水管，不会一直有水，而且不小心切到的话，补一下让它不漏就行了。不放心的话，买一个这种镜头，钻一个小洞伸进去，观察一下周围情况再锯。我们现在开始安装，你先把梁找到。通常这些电线出口都需要包在盒子里，而这些盒子都钉在梁上。我们用这最基础的仪器测量，我们可以看到右边2个右侧都有梁，而左边这个则是左侧有梁。我们再用第二种工具测看看，可以找到一样的梁，但是这个工具会在经过电线时侦测有电线，它会显示一个闪电的符号，而这边应该是有环绕音响电线的走线。我们用磁铁也可以找到梁，它会直接吸附在梁上的钉子。不过如果要挖墙的话，不要因为这样就放心了。我们来看看这墙在装上墙面之前的结构。我们可以看到下水管是侦测不到的，然后这里环绕音响的电线拐了个弯，所以锯墙时最好像这样，试探性的在表面切一块，然后把墙面拿下来看看里面怎么样，或是钻个洞放个摄像头进去看看。如果里面有东西，这些洞其实都还好修补。如果锯子一下插进去，运气不好的话，可能会损坏下水管或是电线。我们选好没有东西的位置之后，用图纸外围在上面画框，然后在下方也用图纸内缘画框，可能需要用水平仪测一下横线有没有水平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开洞了。我有墙里原先的结构图片，所以我还算放心直接锯下去。我们把2个方框都锯开，锯开墙面后，里面有很多隔热泡棉，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把它们抽掉，因为这很影响之后走线的方便性。我没有抽掉，所以我的线要过去就挺困难的。这边我就使用了这个 fish tape， 这走天花板或者是垂直墙面都没有问题。水平的话，因为中间有梁挡住，所以需要用电钻在梁上打一个洞才可以通过。而且通过之后需要在洞上套上这个金属环，以防以后别人固定螺钉在梁上的时候，结果直接打在了电线上。垂直的话，我的经验是从下往上，这样等一下引导电线时有地心引力的作用，通常会好做一些。而且穿过之后，我可以这样放着，从上往下可能可以更好的通过，但是事后就比较难处理，所以我还是更倾向于由下往上。通过之后，我们将要通过的电线用胶带或魔鬼毡缠住，然后用 fish tape 的线做导引，把延长线的电线通过。然后我们将这个方框四周的螺钉拴紧，它会把夹子打开，让方框固定在墙上。
之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，把电视需要的线，主要是 HDMI 线，全部穿过这个通道。这样我们就把线隐藏到墙里了。到时候我们只需要把电视装到电视支架上，钉在墙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中间完全没有电线的电视墙。这部分我打算留到换大电视的时候再做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